这个男人太帅了。为了救救那个小女孩，他面对着在马路上乱开的校车司机，特警都不敢动手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开了枪。第一枪没打中，耀汉又射了第二枪，司机吓得急转方向盘，校车巧妙地避开了，侧翻在路上。男人风度翩翩地把枪交给了特警。这个男人名叫姜耀汉，他是韩国出了名的恶魔大法官。2021年，韩国的政府部门都被财阀控制着，经济危机蔓延之下，财阀们只顾自保，底层民众苦不堪言。为了重建民众信任，新任总统决定彻底改革司法系统。耀汉被推荐成为改革的代表，但他也是财阀们选出的人选。媒体开始质疑，面对质疑，耀汉直接在真人秀中开庭，审判全程直播，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决定被告有无罪，民众说了算。财阀们对他的这个行为也表示支持。耀汉处理的第一个案子是个涉及多方利益的大案，一家每年纳税最多的化工厂，因为随意排放有毒废水，导致下游村庄47个村民中毒，造成11人死亡，还有23人在重症监护室，出院的人留下了严重后遗症，其中最小的受害者才3岁。上层部门早被财阀腐蚀，民众投诉无人理会，民众在屏幕前观看直播，纷纷开始在线投票，有罪的票数迅速超过了70%。被告律师辩称，废水泄漏时间短，只有1个小时，废水的有毒成分不会导致中毒。随后请来了重金属专家，专家证明河水样本中重金属含量并不高，无法导致重金属中毒，就像很多食品中都含有重金属，含量低不会有害。这番话让民众的有罪投票率降到了53%。耀汉让助手递给专家一瓶水，专家却不敢喝自己说没问题的水，群众哗然，完全震惊。姜耀汉巧妙地驳斥了专家的证词，财阀们不愿意失败，又带来了关键证人。这位是在工厂干了10多年的老员工，老员工一开始说工厂没问题，但突然改变立场，老员工开始揭发内幕。他发现污水泄漏后立即报告，却被财阀无视了。财阀因为不想花钱而拒绝修理，认为村里老人命不值钱，认为花大钱维修不划算。这下财阀无言以对，律师偷偷递给他一张纸条，建议他认罪，只承认过失致死，这样最多也就5年刑期，认为5年后可以轻松出狱。但没想到这正中耀汉下怀，根据新的法律规定，被告人的刑期将会依据被害人的数量合计量刑。耀汉开始进行宣判。 판결을 선고하겠습니다. 재판을 지켜보신 국민 여러분의 의견 무겁게 받아들입니다. 고시했습니다만 현재 제출된 증거만으로 살인의 고의를 인정하는 건 무리라는 결론에 도달했습니다. 다만 피고인이 인정한 대로 예비적 공소사실인 업무상 과실치사 및 치상은 유죄로 인정됩니다. 업무상 과실치사상의 법정 최대 형량은 5년이고요. 다만 작년에 통과된 사법개혁 법안 중에는 피해자별 형량을 합산한 범위 내에서 선고할 수 있다라는 조항이 있습니다. 김순자 씨, 박명순 씨, 이정로 씨, 배명재 씨, 그리고 유소영 어린이. 어리석은 탐욕 때문에 죄 없는 이들의 생명을 앗아가고 남은 이들도 평생 고통 속에 살도록 만든 피고인에게 피해자 47명에 대한 형량을 합산한 범위 내에서 금고!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，坏人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制裁。受害者家属跪地感谢耀汉，令支持他的财阀们目瞪口呆。这还是在直播中发生的，再大的背景也无法掩盖真相。耀汉接下来的目标是一个嚣张的富二代，这个富二代是我见过的最嚣张的，开着豪车在街上狂飙。他看到人们在夜宵摊吃着宵夜，便踩下油门朝人群冲去，有人被吓得在地上翻滚。富二代还开着远光灯嘲弄人群，嘲笑之后驾车离开。这时，一位收废品的老大爷经过，富二代再次漂移，差点撞到老大爷，老大爷吓得摔倒在地。富二代下车假装道歉，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刺激，开车不断闪烁远光灯，把一辆车吓得撞在路边，车里的妇女和孩子被吓坏了。富二代摇下窗户，继续讥讽受害者。富二代如此嚣张，因为他的母亲是法务部长。附近的警车开启警报追赶，但他看都不看一眼后视镜，认为那些破车追不上他，他毫不知情，早已被人盯上。这时，一辆科尔维特跑车突然驶了出来，紧追着那个富二代不放，猛地对着他的车不停闪灯。富二代怎么能忍受这挑衅，踩下油门试图摆脱对手，可那科尔维特轻松就追了上来。对抗坏人就得比他们更狠。科尔维特的司机摇下窗户，是我们那位恶魔法官耀汉。耀汉不断地挑衅那富二代，气得富二代七窍生烟。科尔维特一阵加速，突然超到前面，强迫富二代停在路口。富二代满嘴脏话，下车就想动手，耀汉却慢条斯理地走出来，戴上手套，拿出一个重达100斤的大锤。富二代顿时软了，耀汉步步紧逼，举起大锤对豪车就是一阵猛砸，把那豪车砸得面目全非，然后从车里掏出一小包白粉。这下富二代真慌了，抢过白粉，急忙辩解说不是他的，但他不知道那白粉是耀汉用来陷害他的，现在上面已经沾满了他的指纹。耀汉又拿出一张公交卡塞给他，随即转身离开了。富二代怒火中烧，找朋友一起喝酒解气，一转身就把服务员给打了。朋友不解，
问他为何无缘无故打人，还威胁店经理不想再见到那服务员。经理不敢得罪富二代，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富二代喝完酒，准备开车离开，这时一辆车堵住了去路。正当他想去教训对方司机时，发现是耀汉，立刻怂了，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出咄咄逼人的话，害怕至极，赶紧开车逃离。耀汉对此不屑一顾。在一场慈善舞会上，耀汉和他的上司及法务部部长合了影，部长正是富二代的妈，也是助耀汉上位的财阀。正当这时，富二代上前打招呼，看到耀汉显得特别惊讶，耀汉却装作初次见面的样子。那富二代显得有点手足无措，他看到母亲的态度，心里不乐意，却还是勉强和耀汉握手。但那些财阀对耀汉这个外来者颇有微词，他们计划除掉耀汉，于是在他的桌子下安装了一个炸弹。危机时刻，助手及时救出了耀汉。看着受伤的助手，耀汉怒火中烧，他决定先对那富二代下手。那富二代的嚣张态度真是无人能比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欺负普通人，甚至把车停在人家门口。当服务员请他移车时，他那副不耐烦的样子真让人火大。如果一天不欺负别人，他就浑身不舒服，对服务员一言不合就动手动脚。厨师过来理论，不料反被他扇了一耳光。厨师想要反击，却被他威胁说：“你敢动我试试？”围观的人想上前劝架，结果被富二代一把推倒在地。他只敢欺负那些弱小的人，遇上真正强硬的人，他就会立刻怂掉。就像我们的恶魔法官耀汉，有人把富二代的事告到耀汉这里，耀汉直接用100斤的重锤将他的跑车砸得稀巴烂。耀汉的直播审判方式同样激怒了不少财阀，他们决心要置耀汉于死地。幸亏助手及时将他救出，耀汉决定加快行动，决定先拿富二代开刀，宣布将对富二代的审判择日进行。富二代的母亲看了新闻后，气得跳脚大骂，对着儿子狠狠地来了一个耳光。审判日很快就到了，但富二代看起来却一点也不紧张，因为他有个法务部部长的妈妈，他们已经用财力控制了原告和检察官。富二代起身做出歉意的样子，向受害者道歉，心里虽然十分不情愿，但面对有权有势的家族，平民百姓作为原告只能无奈接受。而耀汉已经有了应对的办法，让摄像机特写富二代的脸，整个国家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他。他们的手机上出现了一个链接，如果你曾经受到欺负，可以通过直播连线来告发。不久，一个女孩就连线进来，她只是无意中瞥了富二代一眼，结果被他扇了一巴掌。因为富二代背景深厚，他也只能默默承受。然后酒吧的经理也站出来指控富二代。就这样，有了前2个人的示范，曾遭欺辱的人们开始拿出手机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指控富二代。富二代不知所措了，他被判有罪的支持率迅速飙升至90%。第一场审判结束后，富二代的母亲找到了耀汉，他希望耀汉能放过他的儿子。耀汉向他提出了条件，他曾为了权位不择手段，诱导一位有前途的官员自尽，只要他在公众面前揭露真相，他的儿子就能得到减轻。上司很快就召开了记者会，他为他儿子向大家道歉，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惊讶，他对权力的渴望胜过了对儿子的爱。不久，又到了公开审判的日子，律师为富二代提交了精神障碍的医疗证明，声称因为父母忙于国家大事，导致他们未能好好管教儿子。律师请求法庭从轻发落。这场糟糕的表演让观众无法继续观看，耀汉却意外地同意了。观众们听到裁决后，纷纷用手机投票。这时，那个一向高傲的富二代终于感到害怕，他跪下来向耀汉求饶，但耀汉并未接受。耀汉宣判富二代接受30次体罚，富二代震惊了。耀汉对他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，提示他事情还没有结束。这是古代最常见的惩罚方式，虽然是最轻的刑罚，但已被许多国家废止。用木棍打击犯人的臀部、背部和大腿。即将受刑的是一个富家子弟，整个惩罚过程将全网直播。富二代被脱光衣服，准备接受体罚，每打一下都会记录一次，即使被打到昏迷过去，很快就被救醒了。这位土豪富二代几天前还在肆意欺凌弱小，现在却遭到成百上千人的联名起诉。他甚至试图用钱收买受害者，可没人接受他的赔偿，他们只希望他能吸取教训。看着富二代痛苦哀嚎，人们都在欢呼雀跃。这一切都多亏了这位严厉的法官，不论是势力庞大的家族，还是嚣张的富二代，都败在了他的手下。但耀汉的真正目标并不是这个富二代，而是他那位部长级的母亲。为了向耀汉报复，部长伪造了富二代服刑的照片，在电视节目中大肆宣扬儿子罪有应得，假装一副舍己为公的态度，以此博取公众的同情。加上主持人的煽动，观众开始质疑耀汉这种刑罚是否太过残酷。部长接着又设计了一个圈套，让耀汉审判一位当红明星。这位明星逼迫女演员夜晚陪他排练，女演员无法忍受，将他告上了法庭。在部长的指使下，检察官建议判处20年刑期，并提出没收作案工具。听到这个判决，女性观众都叫好，但耀汉察觉到了陷阱。如果完全迎合公众情绪，是否太过分了？在考虑之前的案件，媒体报道后，他可能会被冠以残暴的名号。但如果不迎合民意，那么民意审判就成了笑谈。看到公众支持率已经超过90%，有人甚至掏出了大剪刀，这是部长设下的陷阱。但耀汉并不会就此束手就擒，他当庭宣布判20年有期徒刑，但并未没收其作案工具。明星松了一口气，其他人则感到震惊。耀汉其实并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他，让明星去一所特别的监狱服刑。明星感到困惑，耀汉指示他看向大屏幕，那是位于美国专门关押特殊囚犯的监狱。明星被吓得不轻，但事情还没结束。耀汉展示了监狱里犯人的视频，观众对这种惩罚纷纷表示支持。他巧妙地化解了一场危机，却没想到更大的风暴正悄然逼近。这个人的能力真不容小觑。
人们眼中的正义使者，财团看来的恶魔法官。不管是权势滔天的财团，还是跋扈的富二代，或是当红的明星，只要犯了错落到他手里，没有人能逃脱审判的命运。财团因此恨他入骨，2次暗地里设局都未能得逞。财团们又开始想着污蔑他。部长察觉到化工厂污水案中的端倪，只要汉暗中收买证人做伪证。这一事件被媒体曝光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。耀汉看完新闻，联系了部长，劝部长早点放弃这个念头，因为他手上的证据不足以控告他。部长却认为形象胜过证据，人们更相信眼见的事实。耀汉大笑：“你捏造事实，压迫专家作证，竟然还能说出这么冠冕堂皇的话！”部长愤怒地提醒他注意身份，两人愤怒地分道扬镳。耀汉也面临上级的质询，被指控操纵证人做伪证，上司要求他提交辞呈，停止直播庭审。耀汉没有回应，直接离开了会议室。记者们蜂拥而至，纷纷追问耀汉是否伪造证据。耀汉让他们准备好，他打算在直播审判中让所有人来判断他是否有罪。耀汉在法庭上准备发表重要声明，他首先承认确实给了老员工枪，民众一片哗然。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位公正的法官竟然会用下3难的手段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老员工出现了，他上台宣布自己的证词全部属实。作为公司的内部举报者，他因此被工厂解雇。耀汉看他一家老小生活不易，就慷慨地帮助了他。现场立刻响起了震惊的声音。耀汉也站出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承认自己误导了公众对司法的信任，提议让公众来评判自己。立刻无数民众拿出手机开始投票，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一个正义的法官被冤枉。支持他无罪的比例迅速上升，投票人数达到了420万，支持无罪的比例高达92%。财阀们全都目瞪口呆。部长也没想到耀汉能够逆转局面，这还是真人秀庭审播出以来第一次有人被判无罪。但故事还没结束，耀汉接下来的行动让所有财阀都慌了。耀汉发现财阀们正策划一个项目，宣称要让没房子的人都能分到房，吸引了大量民众捐款。但调查显示，这些捐款全都进了财阀们的口袋，包括一个财团理事长，一个在任总统，还有法务部的部长。他们的黑幕被公之于众，财阀们震惊失色。耀汉公开向财阀们宣战，面对100亿现金和家人，你会怎么选择？耀汉明白，要对付财阀，必须从内部开始瓦解。于是他绑架了部长的得力助手，这个秘书跟随部长有10多年，对他忠诚不二。助手加温试图用25亿的金条贿赂他，秘书却表现得很忠心。正当加温不知所措时，耀汉走了进来，告诉加温他不会用枪。耀汉拿着25亿的金条问秘书是否会说出实情，秘书坚决拒绝。耀汉拿走1根金条，现在只剩20亿，你说还是不说？秘书显得很是心痛。耀汉又拿走1根，现在是15亿了，还说不说？秘书开始紧张起来。耀汉正准备再拿1根，这时秘书突然抓住了耀汉的手，这才是真正的策略。他们从秘书那里了解到了部长的秘密，接着他们找到了和部长有勾结的骗子。这个骗子曾经犯下巨大的罪行，导致许多家庭4分5裂，但他通过和部长的交涉，找了一个长得像自己的替罪羊。当他们找到这个骗子的时候，骗子直接跪地认错，说所有的枪都被部长取走了，他现在只想和家人过平静的生活。当加温不知如何是好时，耀汉出现了，他又用了一种极其狡猾的手段，把骗子带到外面，挖出了他埋藏的巨额现金。骗子一看见枪就想抢过来，耀汉一脚把他踢倒在地，然后把他的妻女锁在屋内，在屋子周边浇上汽油，又把汽油倒在那堆枪上，并点燃了屋子和那堆钱。骗子立刻露出了真面目，完全不在乎妻女的生死，只想救出那些不义之财。在家人和金钱之间，骗子选择了后者。当他救出一半时，发现下面全是白纸，他的妻女早已被从后门救出。骗子还想让妻女原谅自己，妻子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这一 slap 就断了多年的情谊，带着女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骗子终于体会到了家庭破碎的痛苦和一无所有的绝望，掌握了部长的把柄。耀汉把矛头指向了总统，他捉住了总统用来挑动民情的小混混，早有预谋地安插了一个棋子。这个混混打着爱国的幌子，引发了不少伤害事件。在庭审中，混混自称爱国者，认为自己不该受审。耀汉直接播放了采访其奶奶的视频，小混混当场目瞪口呆。紧接着是他班主任对他的评价，清楚地说明他在学校就是个问题学生。网友也站出来证实，自诩爱国者的人瞬间露出了本来面目。耀汉随即宣布，小混混被判3年监禁，被判缓刑5年。小混混正高兴的时候，耀汉却宣布他必须佩戴电子监控。而耀汉正准备给部长致命的一击。这位男士是泡菜国的恶名昭彰的法官，是财阀们的噩梦。依靠他的独特审判方式和手腕，他成了很多民众心目中的英雄。而法务部的部长，自从他儿子被耀汉判刑以来，一直对耀汉怀恨在心，想尽办法设陷阱，想要陷害他，却总是被耀汉化险为夷。这次他又一次抓到了耀汉的把柄，在审判他儿子的时候，第一个出庭作证的女孩，竟然是被耀汉用钱收买来做假证。他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，决定再次与耀汉对簿公堂。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喜悦中的他，完全没想到，这不过是耀汉设下的一个陷阱。在法庭上，部长直接指责耀汉，指控他收买证人伪造证词，请那个女孩来法庭上作证。看着女孩，耀汉面不改色，部长却笑得合不拢嘴。当女孩说出她是受耀汉指使来伪证的时候，在场民众皆大为震惊。富二代父子看着直播都激动地跳了起来。部长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，但突然女孩话锋一转，部长慌忙中开始反驳女孩的话。
要汉询问这是否属实，女孩要求他们去查看出入登记簿，会发现她曾被带进法务部受到威胁。部长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女孩其实一直是要汉的人，他们挖了陷阱让自投罗网，而自己还看准陷阱傻傻往下跳。部长试图辩解，但人是他自己请来的，任何解释都显得无力。要汉接着又请出关键人物，把15年前与部长合作的诈骗犯叫到了法庭。诈骗犯直接揭露了和部长的勾当，他用巨额财富贿赂了部长，而部长帮他实施了人赃并获的计划，强行将一个无辜老人推到前台承担罪责。这事一爆出，公众都惊呆了，部长彻底失态了，急忙辩称要汉的行为是政治迫害。他坚称检方的调查会洗清一切，然后他急忙离开了现场。记者们拦住他，试图追问详情，部长却一言不发。他回到车里，命令下属今晚安排与要汉私下见面，同时让下属带来一把枪。不一会儿，枪已经带到，部长装上了子弹。晚上，部长与要汉见了面，他直接追问要汉为什么要针对他。他问他自己是否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。部长气急败坏，手伸进口袋，慢慢拿出了枪。要汉面不改色，直言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受审。部长语气低沉，询问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切。要汉要求他交出掌握的总统黑料，部长直接拒绝。要汉不再多言，驾车离开。随着部长即将失势，他的手下开始倒戈，甚至总统也来找他，要求他承担所有责任。如果波及到他，他的家人也会遭殃。部长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已至，见时机成熟，要汉和助手上门拜访，期望他能交出总统的罪证。部长让他们到外面等，他要好好考虑。他拿出家人的照片，沉思良久。这位女性曾是商界的强者，在政界也让人敬畏的高层，但最终她遭遇了正义的使者江耀汉。经过数次交锋，她从法务部部长的高位跌落，成为众矢之的。面对手下的背叛、总统的恐吓，为了不牵连家人，一声枪响划破夜空，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在权势和家庭之间，她最终选择了家人。她多年的恶行终于迎来报应。事件爆出后，总统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公开指责要汉滥用私刑的行为，宣布要汉不再担任审判部法官，宣布直播庭审无限期暂停。民众听闻此消息，纷纷上街抗议。总统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阻止要汉揭露他的阴谋。总统想要霸占贫民窟的地，欺骗大家那里有病毒，要求贫民窟的人全都搬走。那些不愿搬家的居民，总统直接派混混去胁迫，用棍棒威吓他们。要汉得悉此事，直接找到总统家门口，威胁他立刻停止这些行动，否则会让他们在 FT 上公审，揭露他们的所有犯罪，让民众的愤怒来惩治他们。总统一笑置之，戏谑地说：“你的直播都停了，你还拿我怎么样？”说完就扬长而去。直播庭审停了又如何？要汉带人占领了电视台，把台长和设备都带到贫民区，准备当众揭露一切真相，让所有人看清总统的阴暗手段。台长被眼前的一切震惊，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，最终决定加入揭露总统的行动，开直播。总统的真面目大曝光，民众终于看清了贫民窟的真相。总统看后气得差点晕过去，急忙命人切断直播信号。你见过这样狠心的总统吗？对外谎称那里疫情严重，对那些不肯离开的居民派小混混去强行驱逐。他没想到会碰上要汉这样的硬角色。要汉把这些黑幕公之于众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重启公开法庭，对所有涉案人员追责。总统见事情败露，也匆匆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把责任推给那些混混头目，宣布审判即将开庭。没想到有政府高官为小混混辩护，官员称这全是个意外。要汉不多说废话，直接展示证据。视频显示小混混挥舞着棍棒，导致有人被打至抢救无效身亡。要汉质问这怎么能算是意外？那官员还是硬说这是意外，坚称商人是为了控制疫情，认为不用棍棒就没人会离开，固执地说这仅仅是个意外。要汉又放出另一个视频，再次质问这也是意外吗？官员说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对待，说病毒传播的责任太大了。要汉并不退缩，既然说贫民区有病毒，那如果有人证明没病毒呢？然后叫人带证人上来，但证人迟迟不出现，原来是总统为了掩盖真相，私下里把证人杀害了。官员道说证人感染病毒死了，那些小混混高兴了，觉得自己能逃脱。总统也以为要汉没辙了，但要汉又播放了一段视频，直接证明小混混是总统派来的。这表明小混混的行为可能是总统授权的，小混混不敢连累总统，只好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。那判决应该怎么下呢？要汉又放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总统亲自给出了答案。小混混完全慌了，听到要汉宣布要判死刑，官员也坐不住了，认为这个刑罚太重了。要汉却反驳他，犯人的命是命，那么被害人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只是同命相报而已。大屏幕上展示了投票结果，超过75%的人支持死刑，小混混被吓崩溃了。要汉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，选择的死刑方式是电刑。小混混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再次把选择权给了民众。如果超过100万人同意，小混混就会当场电死；如果不足100万人同意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不会投下这样一票？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刑罚，电刑令人痛苦的难以承受，却不至于失去意识。现在这个刑罚将用在一个小混混身上，他是那位不良总统的跟班，甚至殴打一位80岁老人致死。对这样滔天大罪的人，民众中有超过75%的人支持执行死刑。那位残酷的法官要汉决定使用这种极端的刑罚，在执行前给了他最后的机会，揭发背后的主使。但小混混拒绝了，因为总统曾保证要汉不会真的执行电刑，只是在吓唬他，如果他能挺过去，就能得到金钱和权力。要汉不再多说，直接启动电椅，让民众开始投票。
如果超过100万人支持，小混混将立即被电死；如果不足，则让他在痛苦中死去。民众纷纷通过手机进行投票，支持要汉的票数不断上升，电流也在逐步加强，小混混的痛苦也随之增大，眼睛因为痛苦而充血。就在他快要承受不住时，电已被突然关闭，是要汉的助手加温揭发了他。加温向媒体曝光了要汉的行为，说他之前收买了证人做伪证，因此小混混的处罚被暂停。要汉看着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后给他一刀，感到非常痛心。小混混侥幸逃过一劫，要汉面临着巨大的威胁。那位不良总统看着这一切，忍不住大笑。他和财阀们庆祝要汉的落难，没有了要汉这个障碍，总统的野心开始膨胀。他想开除所有反对他的官员，甚至想清除那些只靠福利生活的老人，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。面对大谈特谈理想的总统，那些财阀们却在旁边嘲笑他。他终于忍无可忍，一巴掌狠狠地挥向那个无良总统，把他打得目瞪口呆。怒气冲冲的总统赶紧喊来卫兵，等到警卫冲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却意外地拔枪指向了总统。总统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那些财团用来聚敛财富的工具，他再也不敢嚣张。此刻要汉在众目睽睽之下坦白了伪证行为，他决定放弃法官的职位，并且愿意接受相应的惩罚。当他步出法庭时，迎接他的却是民众的挽留而非辱骂。人们不愿看到这样一个正直的法官离开，但他拒绝了民众的善意，直接坐车离去。不会吧，他就这样轻易认输了？显然不是那么简单。财团们万万没想到，被逼至绝境的要汉其实在布下更大的棋局。这位被称作恶魔法官的男人对待罪犯从不手软，曾是财团们心中的完美梦想。但这次因为审判了那个无良总统的打手，他用了社会上最残酷的刑罚，这让他的助手加温无法继续旁观。加上有人在一旁唆使，加温终于背叛了要汉，向媒体公布了要汉在庭审中做伪证的事实。要汉不得不辞去法官职务，还可能面临监狱之灾。当要汉在家中被捕，看到自己的老师对那些财团趋炎附势时，加温终于明白自己只是被利用的棋子，他仅仅是财团对抗要汉的一个工具。加温决心揭露总统和财团的阴谋，他寻找了一位官员朋友，试图进入财团深藏不露的秘密地点。朋友告诉他那是财团口中的乌托邦，他能帮助加温潜入，但无法保证他能安全出来。加温只能随机应变。就这样，朋友让加温冒充防疫人员，冒险潜入那个所谓的乌托邦。直到走进去，他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梦想之地，实际上是地狱般的人间炼狱。那些被无良总统抓捕的人都被送到这座 RTSY。加温掏出了他的小型摄像机，开始录影。他震惊地发现，这里的实验人数多达几千人。正巧黑心的总统和一些财阀前来视察，加温这才知道，这些财阀竟然把实验数据卖到国外。对于那些在实验中丧生的人，他们甚至把器官摘取出来卖到了黑市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赚取了巨额利润。而加温把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，他正在想办法逃离这里，但一个护士挡住了他的去路。护士认出了加温，原来护士们也无法忍受财阀的所作所为，只不过他们被迫在这里工作。护士们团结一心，帮助加温逃脱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电视新闻里说，要汉在 JY 地区遇刺身亡。要汉曾作为法官得罪了不少人，在监狱里，他遇到了以前审判过的罪犯，随后被那些罪犯刺杀了。黑心的总统和财阀们听说这个消息，他们竟然为此庆祝起来，甚至组织了一个派对，就在要汉的公开审判法庭上举行。听到要汉的死讯，加温感到非常失望，他带着炸弹绑架了曾经欺骗他的老师。如果不是他，要汉怎么可能会被陷害？就在炸弹倒计时即将结束的时候，要汉突然出现，阻止了加温。他关闭了炸弹，加温激动地紧紧抱住了要汉。原来要汉抓住了监狱长的把柄，让他配合自己上演了这出戏，用另一个犯人来替自己顶罪，假装死亡。而要汉早已被暗中替换出狱，他一直在暗中等待时机。现在有了加温拍摄的视频，是时候推翻财阀们了。这时候的财阀们还浑然不知他们的噩梦。那个法官已经回来了，他们还在法庭上嚣张地宣称泡菜国由他们说了算。就在这时，他们身后的大屏幕突然亮了起来。你见过这么嚣张的财阀吗？他们知道威胁他们的法官已死，竟然在 FT 上搬起派对庆祝。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只是法官设下的局。就在他们沾沾自喜之时，要汉的身影突然在屏幕上显现。财阀们误以为那只是一段视频，举杯挑衅地对着要汉的影像，要汉却直接回应了他们，这让财阀们惊愕不已。他们纷纷不敢相信，要汉竟然还活着。要汉向他们揭露，尽管你们把持了广播和媒体，却忽略了直播的力量。现在最终的直播审判正式开启，消息迅速传开，人们纷纷聚集观看这一审判。要汉逐一指出那些将受审的财阀，这些财阀顿时陷入了恐慌，却意识到这里连信号都无法接收。心虚的总统质问要汉是否在造反，要汉反问那又如何？随即播放助手加温录制的视频。财阀们所谓的梦想家园，不过是他们贪婪聚敛财富的手段。他们以不存在的病毒为借口，将人们当作实验品，死亡者的器官被摘除，卖到黑市。这消息让在场民众哗然，人们真正感到了愤怒。公民投票随之开始，人们拿出手机，纷纷投票，认定他们有罪。这成了自公开以来认罪率最高的一次。财阀们陷入了绝望。要汉以为他们准备了刑罚，那就是布满炸弹的法庭。如果认罪票数达到1000万，他们将被炸弹炸上天。投票数持续攀升。此刻，要汉做出了决定，他出现在法庭之上，手中握着遥控引爆器，通过直播向所有人宣布，不久加温将揭示全部真相，这些恶人将与他一同下地狱。加温试图阻止他，
耀汉却决定给他们一个机会。财阀们此时露出了真面目，只为争取一线生机。他们开始相互争斗，此时连夫妻关系也面临严峻考验。这是恶魔法官的手段，不仅身体上受折磨，更让他们灵魂深处遭受煎熬。此时，黑心总统不断哀求，希望耀汉能放他一马。但随着一声枪响，总统被当场击毙。原来是一名女子忍无可忍，她将枪口对准了耀汉。女子犹豫不决，因为眼前这个男人曾是她深爱的人。面对爱人，她下不了手，但她也知道自己的罪行无法得到宽恕，于是将枪指向自己，最终自我了结。加温这时赶到了法庭，试图说服耀汉停止，但耀汉清楚自己已违法，于是将加温推开，命令士兵带他离开。此时投票支持的人数已超过1000万，耀汉毫不犹豫地按下了起爆器，将这些地狱恶魔送入深渊。他的使命终于完成。随着爆炸，他与恶魔一起消失。之后，加温回到家中整理行囊，在桌上发现了法庭的平面图以及一张秘密逃生的构造图。打扫已经完成。 청소는 끝났고 이젠 네가 할 일이 있을 텐데.